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河南尉氏县小东门南侧有一土台居于城墙遗迹之上，此台虽然外形毕露，历史却甚悠久。据史书所载，晋代的阮籍常登此台仰天长啸，故有阮籍长啸台之称，是一处有名的古代遗迹。阮籍，字嗣宗，尉氏县人，父名阮宇，是位饱学之士，曾在曹操帐下做过司空军谋祭酒。阮宇以文章闻名，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，结交多系文人学士，可谓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耳濡目染之下，对阮籍文学上的成长起了决定作用。阮籍的才华，青年时期就已闻名遐迩，不少贵官显宦慕名来访。因当时正处于魏晋交替之际，政治风云变幻莫测，阮籍不愿涉足是非漩涡，常闭门谢客，不予接待。官员们利禄角逐之余，总爱结交名士附庸风雅，他们或寄书投赐，或派人转达思慕之情，甚至亲自登门求见，弄得阮籍不胜其烦。为了摆脱权贵们的纠缠，阮籍或闭门读书累夜不出，或登临山水竟日不返，诗酒书狂，放荡形骸，乡里间不明真相，被人处常把他当痴傻看待。阮籍弱冠时，随叔父出游山东，兖州刺史王昶慕名来访，阮籍不愿相见，正要躲避，那人已到跟前，相见之下，王昶忙不迭地连道仰慕，谁想阮籍毫无反响，只是呆然对坐，终日不发一言，使王昶莫测深浅，大失所望。阮籍超然于世俗之外，反而使他的声名大振。太尉蒋济闻之，也装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，派人面见阮籍，说要推荐他出来做官。来人向阮籍说明了来意，即自然不肯，遂写信表示谢绝，并请来人转达，哪有猫儿不吃腥的，我不信他真的不愿做官。蒋济看了书信，认为阮籍不过是自抬身价，拿枪做事罢了。想到这里，即命左右快备车去请。来人驾车到了阮籍门前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把铁锁。阮籍早已走得不知去向。阮籍不愿与世俗同流，常和嵇康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及的侄儿王戎等人避身于竹林之中，或诗酒会文，或一起抚琴，被人们呼为竹林七贤。此时魏氏国力日衰，明帝曹睿纵情声色，滥淫无度，年仅30余岁，早已骨瘦如柴，奄奄不起。曹睿自知不久人世，即召曹爽与司马懿二人到病榻前嘱托后事。曹睿含泪手指曹芳，向二人道：齐王曹芳，孤以立为皇太子，望二卿共辅之。随即封曹爽为大将军，懿仍为太尉原职。明帝驾崩，太子曹芳年方8岁，爽、懿二人扶幼主及天子位，受百官朝贺。改元正始公元240年，曹芳加封二人侍中职衔，录尚书事，朝中大事均由二人裁决。爽、懿二人职权相当，两人都有称霸之心，但曹爽资望毕竟较浅，遇事不得不向司马懿请教，懿也假意表示谦逊，因而暂时相安无事。曹爽为占上风，极力网罗亲信，何晏、毕轨、邓阳、李胜等一批文士，俱被曹爽收作心腹智囊。司马懿久掌兵权，帐下人才济济，但仍广纳名士，充实僚属。除贵公子出身的钟会等人外，懿又对阮籍、山涛等一批有名望的人强行拉拢。司马懿送阮籍一个从事中郎的虚衔，即见爽、懿间的权力之争日渐激烈，不愿与之同流。除偶尔参加几次宴客外，其余一概装聋作哑，不闻不问。因阮籍声望较高，司马父子对他不但未加计较，反而更加看重，
并不时派人馈赠衣物酒食，使钟会等极度的眼中冒火。爽、义间的斗争愈演愈烈，何晏向曹爽献计，要他奏明天子，尊司马懿为太傅，以此虚名，削弱司马手中兵权。曹爽照计而行，入宫讨得诏书，并亲往司马府邸宣旨祝贺。司马懿明知原委，却不露声色，欣然接旨谢恩。司马懿老于谋算，为了麻痹对方，干脆躺在家中装起病来。朝中事务一概托病推诿，由曹爽一人操持。曹爽见司马懿如此，更无所顾忌，一味朝欢暮乐，沉溺酒色，甚至在宫中搜寻美女。宫嫔中有姿色的，不论先王曾否召幸，便即接往府中，供他淫乐。爽弟曹熙深以为忧，屡屡进谏，并劝爽对司马父子多加戒备。曹爽不以为然，反责怪曹熙疑猜多心。曹爽的心腹河南尹李胜迁任荆州刺史，临行借相辞之便，亲往司马府邸查看虚实，只见一拥背而卧，言语无力，形容委顿，奄奄一息，内心不由暗暗高兴。李胜连喊数声，一方微睁二目，但仍不识人，只是以手指口作可状，一臂取茶来，亦以口接饮，却不能尽息，淋淋漓漓，衣襟尽湿，只累得他气结声嘶，连连喘息。这一番惟妙惟肖的表演，终于骗过了李胜。胜出府后，立即飞马报知曹爽。曹爽闻报大喜，何晏、邓阳等也无不开怀。正19年公元248年正月，少主曹芳欲往高平陵为明帝扫墓，曹爽知道司马懿病重将死，丝毫未加防范，于是带领亲信党羽，随驾出离都门，直奔高平陵而去。司马懿父子暗伺时机已久，那肯轻易错此良机，一面调动兵马紧闭城门，一面命司徒高柔代行大将军事，占领曹爽大营。一场军事政变开始了。司马懿部署好了一切，便入宫去见郭太后。郭后也正为曹爽迎结私党、秽乱宫闱而烦恼，便立即按司马所奏，颁下一道罢黜曹爽的诏书来。诏书到手，司马懿立命小黄门携诏出城往奏少主，自己则率兵马扼守都城。局势发展至此，主动权已完全落于司马父子之手。洛阳城外，依水之南，山川明秀，春风和煦。曹爽随同少主夜过高平陵，又乘兴凝烈行为，一时间射鹰走犬，玩得好不畅快，游兴方浓。忽见小黄门携太后诏书飞马来到跟前，少主接诏看过，默然良久，只好将诏递与曹爽。曹爽接看之下，不禁目瞪口呆，面如死灰，司农横范向曹爽献计道：太傅已变，大将军何不请天子驾幸许都，而后号令四方，调兵讨逆。左右闻言都很赞同，但曹爽顾念家属尚在城中，一时迟迟难以决断。正迟疑间，侍中徐允和尚书陈泰驰马而来，向曹爽道：大将军只要交出印绶，便可保全身家性命。曹爽左右的人都说，只恐其中有诈。爽闻言越发没了主意。这时忽见远方一缕黄尘腾起，原是殿中校尉尹大木飞骑赶到。尹大木向曹爽道：太傅已指洛水为事，但要大将军免去兵权，别无他意。曹爽方信以为真。曹爽解去将军印绶，交付徐允、陈泰二人道：爽等自愿免官，请回复太傅莫实前言。二人皆应，其道放心，遂上马疾驰而去。曹爽随同少主返回都门，司马懿父子迎驾，一听任曹爽还家，并未加以阻挡，繁星点点，万粟无声。曹爽彻夜静坐，未见动静，直到危机已过。谁想黎明刚刚就诊，只听家人急急来报，府邸被围，惊得曹爽连话也说不出了。曹爽刚刚披衣而起，
廷尉朝中的司法官派人已到，曹爽束手就擒。曹爽弟兄以淫乱宫闱与谋反罪，交由廷尉判斩。何晏、邓阳、毕轨、李胜等一帮心腹智囊，也一并押赴东市斩首示众。这一场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，至此才算告一段落。司马懿杀了曹爽，深虑人言之可畏，便派人到各处访查动向，甚至茶楼酒肆之中也安插了耳目。人们言谈之间，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虞，弄得人人自危，噤若寒蝉。阮籍眼观风云变幻，感触很深，便提笔写道：凡华有憔悴，堂上生荆起，驱马舍之去，去上西山止。意思说，殿堂一生荒草，从来盛景难久，何如驱马守阳山下隐姓埋名？钟会对阮籍久怀嫉妒，见及诗，自以为有了可乘之隙，便急往司马府邸告发，诬陷阮籍不满时政，借题发挥，并说这首诗是讽世之作，应予治罪。司马懿将诗看过，不禁大笑道：此乃书生之见，遁世之想。阮籍不过是一狂生，何须大惊小怪？钟会心有不甘，又以请教为名，找阮籍畅谈时政，想从中寻找口实再行诬陷。阮籍早已看透对方居心，干脆给他来个闭口葫芦，弄得钟会十分尴尬。司马懿死后，由司马师继承父职，其专横程度超过其父，朝中群僚都为之侧目。魏主曹芳虽已成年，手中依然无权，明知司马乃心腹之患，但也无可奈何。悠悠岁月，都在一声声长吁短叹中度过。中书令李丰常入室宫廷，因得曹芳暗示，与张皇后之父张基等密谋，欲乘魏主临朝之变，猝而不防，诛杀司马师以绝大患。事机不密，司马师早已知情，遂派人召李丰来盘问端底。李丰知事已泄，便破口大骂道：汝父子兄弟图谋篡逆，世人尽知，我死也要化作厉鬼，取尔生魂。司马师大怒，喝令左右毒打。可怜李丰活生生地被打死在石阶之下，张基也被交付廷尉钟毓治罪。钟毓哪敢道个不字，遂将张基判斩，押赴东市处决。杀了张基还不肯罢，司马师又怒气冲冲带剑入宫，力逼魏主曹芳交出张后。经曹芳百般要求，才答应张后免死。死罪虽饶，活罪难免。曹芳无计可施，只好唤出张后，让他脱去皇后服饰，交内侍押出宫门幽禁。可叹堂堂一代国母，就这样被一个权臣废去。钟会虽不及阮籍享有盛名，但却能窥伺风向。在张基事件中，因出谋献计取信于司马弟兄，便从一个小小秘书郎一跃而为中书侍郎的要职。钟会志得意满，难免有些飘飘然。一日，他换了新官衣，带了从人，特意去访阮籍。钟会去见阮籍，本意是要炫耀一番，谁想却遭到了阮籍的白眼相待。钟会碰了这个软钉子，对阮籍更加恨之入骨了。张基事件虽然平息了，但司马兄弟与曹芳间的君臣关系再难弥合。司马师决计废去曹芳，便与其弟司马昭相商，昭也极力赞同废主。次日五谷，司马师入朝大会群臣，提示倡议道：主上无道，贪淫信谗，闭塞贤禄，常居此位，必危社稷，敢问诸公意见如何？众人听了，大吃一惊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司马师右手扶剑，二目圆睁，群臣见状，哪敢为傲，只好顺水推舟地说：将军为社稷计，我等唯命是从。司马师闻言，忙从袖中取出一份请命太后废立曹芳的奏稿，命众人签署姓名。众人见奏稿中罗列曹芳很多罪状，明知均属不实之词，但也作声不得，只好依次签名完毕，并使人呈入永宁宫。郭太后接到奏本，恰值曹芳入宫问安，
二人看过本章，无计可施，唯相对垂泪而已。不一会儿，只见大鸿胪郭支快步进宫，催促道：“大将军今与群臣议决废立之事，请太后速作定夺。”大将军正在朝房立等回话，忽地又有一人到来，此人手执齐王印绶，交付曹芳，要他退居原来藩位。曹芳已知不可再留，只好拜辞太后，出宫而去。曹芳悲悲切切乘车出都，回旧领地去。送行者只是几位忠厚老臣，几经商讨，决定迎立高贵襄公曹髦为帝。毛年方14，车驾到京，群臣迎于西掖门。曹髦入宫拜见郭太后，后升太极殿东堂。拜见之后，寿毛以传国玉玺。曹髦受喜后，换上天子服饰，登殿受百官朝贺，改嘉平6年为正元元年，公元254年。时过不久，忽报扬州都督吴秋俭和刺史文钦以讨逆为名，率兵渡淮而来。司马师正患眼瘤，搁置未愈，闻便及赵仲亲信一事，决定自己带病亲征。司马师成了一副软轿，亲率10万大军直奔东南而去，一路浩浩荡荡，真是猛将如云，谋士如雨。司马弟兄的暴力残忍，久为世人所共知。吴秋俭起事扬州，不少人寄以希望，谁想事变很快就被平定。人们虽感沮丧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此时司马师眼痛愈来愈甚，他自知不保，便急召司马昭前来嘱咐后事。话未讲完，眼眶鲜血溢出，司马师大叫一声，当即毙命。司马昭收拾好兄长的将军印绶，正欲还都，曹髦却下诏命他屯兵许昌，钟会献计要他回驻洛南，以防意外之变。昭闻此言，正中下怀，于是甘冒为者之过，驱兵洛阳南郊扎营。曹髦无可奈何，只好让他继承兄职。从此大权便归于司马昭之手了。司马昭深知要完成篡位大业，必须广泛搜罗人才，便要对山涛、阮籍等人授以官职。阮籍坚持原有主张，决心不为野心家效力，但又不敢十分硬顶。一日宴客，司马昭问阮籍道：“君有经邦济世之才，不知你愿任何职？”阮籍见问，迟疑难答。身后一人即牵衣示意，阮籍方道：“少时虽游东平，言犹未尽。”司马昭便立即授他东平相之职。阮籍深知司马昭生性凶残，只好应承。不久，他骑毛驴登上了鹿城，随行者只一小童，除一琴一剑，旧书数卷外，别无他物。到了任所，立即命人扒去衙前的影壁，使其内外相望，畅通无阻。郡中人不论贵贱高低，都可以当面向他陈述情况。阮籍骁干勤奋，亲理民政，只10日功夫就把东平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政绩卓然。旬日方过，阮籍封存了印绶，便离衙而去。临行上书给司马昭道：“阮籍疏狂成习，难耐官场拘束。”司马昭接书后，感到十分惋惜。钟会一旁却道：“擅离职守，理应治罪。”司马昭摇手不答。阮籍回到祖籍，家乡不少族人都趁此乱世做官发财，唯阮籍与侄儿阮咸在家闲居。村中有一道路横贯东西，做官的住道北，阮籍、阮咸和贫苦乡民居道南，北富而南贫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7月7日，道北朱阮依照旧俗曝晒衣物，一时琳琅满目，锦府并陈，给予嫌贫而无物，树一高杆，上挂一大布库，与道北遥遥相对。路人见此生疑，阮籍向路人道：“走于外，或安居库缝，譬如人分贵贱，进库当的实心骚，离得远的黄籍钻营，又与官场利禄争夺何异？”人们听了，感到雨涵机警，颇有道理。阮籍离了东平，司马昭仍要他出来做官，阮籍无奈。忽闻步兵营中有厨师善于酿酒，便要求去做步兵校尉。
每日营中喝得烂醉，别的事物概不过问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和阮籍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道路。他进入官场后，很快就抛弃了原来的政治主张，屡任要职，新晋又由尚书吏部郎迁官大司马，真是步步高升。司马昭因阮籍不肯就范，心中不乐。山涛闻之，向司马昭说：“大将军不必烦恼，下官有一好友名唤嵇康，才学与阮籍不相上下，我请他出来辅佐大将军。”司马昭大喜，忙问：“可授什么官职？”山涛说：“就接任下官原职尚书吏部郎吧。”司马昭点头同意。山涛立即修书一封，使人送往嵇康家中。嵇康字叔夜，乔国志今安徽宿县人，竹林七贤之一。本与阮籍、山涛等相约终生隐居，不做司马加官。今见山涛中途变卦，反又拉人下水，因而十分气愤。嵇康一气之下，给山涛写了封绝交书，书中有休庖人之独歌，引诗注以自注，手剑鸾刀，漫之山星等句，意思说你自己违背了誓约，干了不算，还让我越俎代庖，沾染山星之气。这封绝交书很快就被转抄于世，传颂一时。钟会看了，不禁连连冷笑道：“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这帮竹林七贤有多大能耐，竟然这样狂傲。”钟会来到嵇康的住处，见他正和向秀在柳荫下打铁，只好暂立一边静观。二人头不抬，眼不眨，一直打个不停。钟会几次上前，都讨了没趣，最后只好愤愤而去，为图报复。钟会诬陷嵇康参与了吴秋俭之乱，另外又在那封绝交书中寻章摘句，污指书中的山星二字是对司马家族的谩骂。司马昭闻听之下，勃然大怒。司马昭本拟将嵇康下狱，钟会却急言姑息养奸，必一大患，促使司马昭起了杀心。嵇康被绑赴东市斩首，行刑前监斩官问他有何要求，嵇康提出要七弦古琴一张，要在死前再弹一曲。一张古琴送到嵇康面前，康神色从容，抚广陵散一曲，其声慷慨悲壮，闻者尽皆泪下。嵇康之死，使得阮籍更加清醒了。他对那些人间奸诈、虚伪礼法，以及司马氏的残暴和钟会等人的趋炎附势、利己害人等等，更加深恶而痛绝了。天下不平何其多，阮籍自恨没有回天之力，只好返回故乡魏氏县城，但一腔忧愤又无从排遣，便每日登临城上高台，面对粼粼湖水发出一声声的长啸。呜，一声声的长啸动人肺腑，撼人心弦。这笑声既是宣泄心中郁闷，又是痛斥人间不平，是愤世嫉俗的呼喊，也是对统治者的控诉抗争。阮籍抱负宏伟，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，终因生不逢时，才华难展，故而忧愤成疾，于嵇康死后的第2年，公元263年含恨而亡。阮籍的遗作上有《阮部兵籍传世》，文章不仅表达了他忧时愤世的思想感情，且对当时虚伪的礼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阮籍死去已经1700多年了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将他生前常常登临的那座土台称作阮籍长孝台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